岸照亮这辽阔的海洋，当汽笛回响在这繁忙的海港，我们挺起胸膛，迎接新的挑战。这海岸装载着我们的梦想，这海浪拍打，奏出最美的乐章。我们用真心拥抱每一份渴望。忙碌的光阴摇晃，绚烂宁静的夜晚，那是最美的图案。坚强它扛在肩上，温柔它却留在心房。我们的向往握在手上，我们的眼神不彷徨，不孤单，满足其实很简单，彼此间信任的目光，并肩的方向就是希望，那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宝藏。哎，你回来了？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去买点东西。怎么没陪他？他说不用陪的。喂，你怎么了？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，工作不顺利吗？不是。妈给你脸色看？不是。啊，我懂了，你一定是皮包又弄不见了。你怎么老是那么糊涂啊？信用卡报失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都不是。那你干嘛这个鬼样子啊？因为烦了，烦了，烦了，烦死人了！到底是谁惹火了我们蔡家大小姐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正式追求你。惹火我的人好像不是他，而是……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没意思，也没任何企图。就是他。什么就是他？我的事你不要管好不好？哇，你心情不好也不用拿我来出气嘛。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吗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我煮了你最喜欢吃的鱼片米粉，我拿给你吃，给你消消气，好不好？那还差不多。来来来，来这里坐，我去拿给你吃。OK。其实我干嘛要这么在乎他？只能怪我自讨没趣。喂，什么事？你不要怪我多管闲事啊，我只是关心我妹妹而已。心理学家说，如果把心事藏在心里，会发神经的。说吧，我当你的聆听者。我今天遇到了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。怎么个莫名其妙法？总之，很莫名其妙就是了，而且还被人家讥讽了一顿。是病人吗？他好像是你心头永远的痛啊。痛应该改成恨啊。你有这么恨他吗？可是恨往往跟爱挂钩的，比如说因爱生恨啊，爱你变成恨你啊。你说我会爱上病人？拜托啊，你不要老是说一些会让我吐的话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在意一个人，他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不会在乎的。可是你好像很容易被病人影响啊，那证明……那就证明我受不了他。他不只是一块病，而且还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病啊。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多发掘人家的优点，说不定你会喜欢上他呢。蔡志豪，你是爱情白痴啊！你凭什么来指导我？有本事你就把小羊追到手给我看。不急，我有明确的方向，船一确定方向，总有一天会抵达目的地的。
可惜小羊不是一块不会移动的陆地，痴痴的等着你登陆啊！你别忘了，他身边有个陈天俊啊，这个家伙是海盗来的，随时都会把你的猎物给劫走啊！哇，你怎么把天俊说的那么邪恶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敢告诉你，他如果向小羊下手，那你永远都靠不到岸啊！不会，什么不会啊？你是说他不会向小羊下手，还是小羊不会喜欢他？两个都不会。我们中学就认识了，要发生的话早就发生了。你这个船长思想怎么那么简单啊？要是做你船员，肯定迷失方向的。所以啊，我看我还是赶快下船逃生好了。喂，小杨，怎么那么巧？我跟哥刚好谈起你。是不是说我坏话？如果是的话，不买东西给你们吃了。好了，我在你家附近，要不要我打包晚餐给你们？哦，我已经吃了，不过哥好像还没有，因为啊他在为明天的考试努力，而且还搞到废寝忘食啊。好啊，那就麻烦你打包给他啦。不用了，我煮了。好，就这样了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待会儿你的陆地会打包东西给你吃。小杨很忙的，不要给他跑来跑去啊。哇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打电话给他，叫他不用来了。蔡志豪，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改名成蔡大头啊？爱情是需要一点手段来争取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小姐，你的汤来了。老板啊，帮我打包10全鸭，还有白饭，我吃完再跟你拿。好的。谢谢你啊。哇，3菜2汤这么丰富啊！不错吧？汤是特地帮你叫的，人参鸡汤补气的，当归补血的。当归不是女人吃的吗？不会吃死你的啦！喂，你对我温柔一点好不好？要温柔别找我，我最讨厌一些娇柔造作女人，看了都想吐啊！哦，还好。是吗？原来你讨厌女人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呀，整天动不动就打人，讲话又大声又粗鲁，又不穿裙子，人家以为你是女同志啊！喂，你神经病啊！少说废话，快点吃啊！等一下还要送饭给志航的。他送饭给他，你干嘛不叫他出来吃啊？人家明天考试啊，在家闭门苦读，你要害他重考啊？他不是很闷，要给他找点刺激的东西才可以。喂，好了没有啊？这个时候买衣服，你觉得这套衣服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关我什么事啊？不如你穿上试试，看好不好看？神经病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我这边，搞什么鬼啦？你不穿别想出来啊！我不穿裙子的。为什么不穿？是不是你的腿长得像猪腿一样，怕别人看到啊？哦，怪不得别人叫你小猪。你才是猪！那是不是很多毛啊？是不是还有很多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？你管我的脚长成怎样？我说不穿就是不穿，走开！喂，先讲清楚，这套衣服哪里不适合你啊？什么都不适合。你腰围是不是24？怎么知道？管我，是我看女人的本领。你屁股尺寸是不是35啊？不知道。哇，你没搞错，自己屁股尺寸你又不懂，你怎么做女人的？应该对的啦，穿吧，很适合你的。我不穿。不穿是吗？是不是要我把你的胸围讲出来啊？我觉得你胸围应该是……陈天俊，你敢说我打死你！你的胸围应该是3……喂，穿哦。喂，小姐，你换好了没有啊？天都快亮了。好了嘞，换好还不出来？先说好，看一眼就好，我马上换回去。好，来，快点出来。可以了吧？我看你头干嘛？讲了。哇，果然不错
了吧？喂，看够了没有？看眼了，我换回去了。哎，干嘛换回去？穿那么好看？你说话不算数。再帮你买双鞋子好不好？喂，不要，来，还给我，我要换回去，我要换。别遮住啊，遮住没有看头啊！穿进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长那么漂亮，身材那么好，从今天开始呢要换形象。我形象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穿的密密实实的，好像是小笨猪一样。我喜欢啊。我不喜欢了。我根本要让你喜欢。那干嘛不可以让我喜欢？喂，我喜欢怎样穿就怎样穿，不必因为你不喜欢穿而不这样穿。你喜欢的未必大家喜欢了，我喜欢的每个人都喜欢了，所以要听我喜欢的，不是要听你喜欢的。你今天揍啊！我今天背你武功了吧？喂，穿进去！我看你还拿什么东西打？还给我！晚餐到，怎么是你？小杨呢？他要赶工，回工厂了。哦，喂，我今天带了一个我刚认识的女朋友给你认识。等等，放手啊！小杨，哇，你看那样子，是不是精神为之一振啊？我这招行吧？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怎么会这样？小杨，你今天怎么会穿裙子的？你问那个混蛋了，害我出丑。你说，我是把她变丑了还是变漂亮了？你说句公道话。小杨，你这样穿很漂亮啊。不止漂亮，简直性感迷人啊！你也死人头啊！这个人真的是恩将仇报的。我把她从一只小笨猪变成一个大美女，她不止不感激我，我刚才一路走，她一路骂。喂，你给我记住啊！这个仇我一定会报，你看我怎么对付你！衣服还给我。拜托你了，你又不是没有条件，身材那么好，干嘛要还不还？还？你无可救药啊你！志航，我借用真阳房间换衣服啊。喂，你会不会玩得太过分了？我用心良苦的，我怕她再这样下去啊，迟早变成女同志了。来吃饭，你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吧？不是不可能的。你看她这么多年都没有交过男朋友，这样下去很危险的。哎，不如你追她。那你怎么不追啊？我已经有对象了。你什么时候少了对象啦？哎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哇，难得听你说认真这两个字，是谁啊？我认识的吗？你不只认识，还很熟。是谁啊？不告诉你。喂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们这么熟的朋友，是谁你也不能告诉我。告诉你啊，你慢慢吃，慢慢想。我去厨房喝水啊。念八卦。哇！什么事啊？啊！我以为我看到白无常啊！喂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啊？我不是说过要追你吗？当然来这里了。神经病啊！哇，小杨，他要你穿这件衣服啊？对啊，我看啊，他是存心不良啊！你看这件衣服，那个布这么薄又这么少的，我看啊，他是趁机想占你便宜。你太夸张了，你怎么把它说成大色魔一样啊？小杨，你不要被他外表给骗了。他是逗着玩的，他说我这样穿蛮好看的。那是当然啊，他整天色眯眯的，我看他多么希望你什么都不穿。你跟他有仇啊？反正我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个家伙自命风流，原来在你眼中形象那么差，我一定要叫他改改形象。哎，不过你哥也说我这样穿好看啊。
那我哥说的肯定是实话。你怎么差那么远呢？一个说的是实话，一个是色魔。那是当然的，我哥斯文老实，是个君子，他说的话当然可以相信啊。陈天俊嘛，整天只会甜言蜜语哄女人，根本就是超级阴险的。而且啊，他还说他得了什么血癌的，我看啊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，存心想博取我同情啊。我看你误会了，那个是真的。小杨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医生告诉他的时候，我也在场的。是吗？是啊，还好最后检验报告说他没事。那我说他花心总没错吧？那个当然没错，因为他的女朋友真的很多，不过我没有一个是认真的。那就更可恶了，那他简直把我们女人当成是玩物啊！我哥就不一样了，小杨啊，我哥呢用情专一，不滥情，跟他在一起的女生啊，肯定觉得超级安全感的。如果让你选一个男朋友，你会选我哥，还是选陈建军那种男人？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，很难回答也得回答，而且还得老实回答哦。好，理智上呢，应该选你哥，有眼光。不过感情往往是很不理智的，所以你这个问题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。哥，情况不妙了。现在请安全官来报告一下。到目前为止，意外事故的记录是0，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松懈，特别是有新工人来时，更要提醒他们安全的重要。昨天我就在 Area A6 开了2张罚单给新工人。Area 6的组长，你是怎么监督你的工人的？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大家都是为了要节省时间，所以才没有系上安全带哦。节省时间，万一掉下来的话，那就不是节省时间，是浪费时间。真雅，好像是你一直在催我要快的哦。你知不知道你的工作进度已经迟了？哼，又不只是我一个。我现在在谈你的问题，你不要扯到别人身上啊。那你现在就是针对我了。针对你又怎么样？年轻人做事情要认真点。喂，铁头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干嘛开口？你是不是要浪费大家时间了？你是在维护他，我维护他，我为什么要维护他？他陪你打麻将吗？哎呀，打什么麻将啊？我有说错吗？好了，别再你这争了。样诽谤我，我可以告你的。去啊，去告我啊！铁头，你不要用你资格来对待大小妹。我不听你在他了。铁头就讲你2句，你像什么？喂，向上，我看你讲开口，你们讲安全制造，外面讲，我看到你们讲的太多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吃茶买菜啊？还是看球赛啊？要不要叫电视台来现场直播？都坐下吧。我离开的这几天，这个工程由真雅负责，他就是这个工程的监督。他要向上头汇报，你们要向他汇报，这是这里的工作程序，也是工作纪律，不用我教你们吧？你们也不是第一天在这里工作吧？真雅，你继续。好，我们继续开会。真雅，对不起啊。阿叔，别这么说。真雅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的语气是重了点，请您不要放在心上。不会，只是我有不对的，说话不留分寸，对不起啊。放心吧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会再犯同样错误了。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真雅，加油！哎，真雅，你忘了带东西。这本来就是你的啊，我只是暂时代替你而已啊。我回去跟病人了。你做得很好。你嘲讽刺了。你觉得我在讽刺你吗？
我连一个 VICC 的会议都主持不好，你还说我干得好，那不是讽刺是什么？那只是经验不足。你把每个部门都抓得很紧，安全系数虽然不是特优，不过至少是个优，工作进程也没有慢下来。如果这是你真诚的评价，那我就跟你说声谢了。哎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什么事啊？病人等着我开会啊。下班喊我请你吃饭。对不起。我5点接你。我没空啊。进来。病人，我回来报道了。天俊回来了。嗯。那工作交接完了没有？嗯。他有没有说什么？有，他说我做得很好。怎么你好像一点都不开心啊？有什么好开心的？陈天俊这个人说话虚虚实实都分不清，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明着暗讽？他不会这么做的。我最了解他这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拿工作来开玩笑。他对工作的认真，连我都不如。师傅称赞徒弟是无可厚非的，不过你也不必把他捧得那么厉害吧？你在巴西也看到他怎么工作的啊。好吧，那我就接受他称赞。我出去了。你今晚有没有空啊？什么事啊？请你吃饭。很好笑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很意外，很不可思议啊。是吗？因为我是冰人，冰人应该是冷冰冰的，连请吃饭也是不可能的事。嗯。那你就是不答应这个邀请了？那倒不一定，就要看你请我吃什么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请你吃冰的。OK， 我去。真雅小姐，走吧。走去哪里？吃饭啊！我刚才不是约了你了吗？我已经跟你说我没空啦。你这个借口也太没有新意了吧？随便你怎么想。不过呢，没空好过没兴趣，这证明你对我的态度呢，已经慢慢的在改观了。那我现在就跟你说，我既没空也没兴趣，请便。我这个人除了脸皮厚，还很会死缠烂打的。我等你。你等也没有用啊，因为我已经有约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就一起等约你的人出现吧。哎，天俊，还没走啊？我在约真雅吃饭。哦，我已经约了他了。啊，我可以了。走吧。天俊啊，一起吧。还是不要了。如果有些人在场的话，那我肯定没胃口。我看我还是约个胖子吃饭吧。先走了。郑雅，你想吃什么你来选吧。那就看你请我吃饭原因是什么了。有差别吗？当然有啦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有事情找我帮忙，那就要选5星级酒店了。如果是你觉得我工作表现特殊，想奖励我，那高级餐厅也免不了。不过，如果是你觉得你想慰劳我工作辛苦，那普通餐厅就行了。如果是人呢？郑雅，就这里吧。哼，假民主。想吃什么就尽量点吧。你不先训话吗？信什么话？你就这么白请我，不说一些冠冕堂皇又肉麻兮兮的话。比如？蔡正雅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虽然我看得出你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不过
你已经尽力了，所以继续加油，你行的。我说话有这么恐怖吗？很不幸的，有时候是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说一句话好了。我洗耳恭听。开心的吃吧。完了。我不是说就一句话吗？不是吧？你不要等到我待会儿吃了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你才来一句。对了，我还有些话跟你说。没有了，就这一句。开心的吃吧。请我吃饭真的没有别的原因？没有。病人先生，我快封你当偶像了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麻烦你给我一个南瓜汤，还有一份牛排。该往哪里才能找回你的脸？该往哪里才能追回那些时间？或许停在这里吧，反正怎么都学不会忘记想念。该往哪里才能让你都了解？往哪里才是你要到的永远？你走后唯一的改变，是伤心永远留在心间。该往哪里才能找回你的脸？该往哪里才能追回那些时间？或许停在这里吧，反正怎么都学不会忘记想念。你跑去哪里了？真雅，你先吃吧，我还有点事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说要请我吃饭，却丢下我一个人。你走后唯一的改变，是伤心永远留在收回！是伤心永远留在心间。收回！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我是洪安啊！我是洪安啊！收回！我是洪安啊！你不认得我了？先生，你认错人了，请你放手啊！双慧，我没有认错人，我没有认错人，你是双慧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手啊！你是双慧，为什么你不要认我？我是洪安啊！我是洪安啊！双慧，双慧，你放手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就要报警了！双慧，放手啊！双慧，双慧，为什么你不要认我？你知道我多想你吗？你知道我多想你吗？双慧，放开我！双慧，放手啊！放手啊！双慧，你冷静一点啊！小姐，对不起啊，他这里有点问题的。那你就看好他啊！对不起。他真的是双慧，为什么不要认我？为什么不要认我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“人有相似”这句话吗？你看，给你搞到连饭都没得吃了。
那该我请你吃汉堡吧。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吃吧。也许双辉并没有死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啊？真的。也许他还在人间。如果正如你想的那样，那为什么他不回来？也许他受到家人的压力。他的父母都在澳洲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。不过我曾经说过要陪他回去，亲自跟他父母提我们的婚事。可是他说不必了。那时候他好像有心事，在临走的时候，还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什么奇怪的话？只是忽然间有种感觉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分开。或许双伟回去以后，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他的父母。但是呢，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。而他的家人要她嫁给有钱人，所以就阻止她回来跟你见面，还说他已经死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，他真的出了车祸，醒来后失去了记忆，把你们这段恋情给忘了，所以他刚才认不出你是谁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。是有这样子的可能，不过以上的情节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发生的。真不明白男女情人为什么老是兜兜转转、离离合合的，不是失忆就是得了绝症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对不起啊，我打碎了你的梦。喂，你还没有吃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你是气我打碎了你的梦是吗？不过你确实是在做梦啊，而人本来就应该从梦中醒来的。病人，你们听懂我说什么？Boss， 早。早。咖啡。我没叫啊。请你的。谢谢。昨天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啦，其实说真的，我还蛮感动的。因为啊，现在像你这么深情的男人已经快要绝种了。这杯咖啡是表示我对你的敬意啊。不过，你还欠我一餐哦。没问题。记得10点的meeting啊。给罗叔。什么？我都还没开工，你就想来催我啊？不是啦，请你喝咖啡。想要收买我啊？别说是1包咖啡啊，就算是100包啊，我也赶不出货来啊。不是我请的。谁请的？我妈。你妈？她为什么请我喝咖啡啊？因为你昨天成了英雄啊。什么英雄啊？打蟑螂的英雄。哦，那个啊，只不过是一只蟑螂而已，脚一踩呀就解决了。你妈为什么要请我喝咖啡啊？你知道，我妈可是最怕蟑螂的，更何况那只蟑螂在她身上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，她早就又跳又叫了。所以啊，你已经成为我妈心目中的英雄了。更何况，她昨天晚上啊还在我面前猛夸你呀。真的？你知道我妈的咖啡谁才有资格喝吗？不知道。她喜欢的人。我那么有男子气概，他喜欢我王英俊一点也不奇怪。不过，我是不会心动的。又有蟑螂！让开，让我来！
以为又有蟑螂啊？脏你的头啊！你以为我的档口是养蟑螂的？昨天那只蟑螂也是从别的地方爬过来的。既然没有蟑螂，我出去了啊！站住！什么事啊？你这样就想走啊？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踩烂了我的番茄，共赔钱啊！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是总统还是皇帝呀？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对你？你不是把我当英雄的吗？英雄？什么英雄？打蟑螂英雄啊！神经病！打蟑螂也算是英雄？我不是叫真雅拿一包咖啡给你的吗？是啊。你帮我打蟑螂，我请你喝咖啡，这叫做有来有往，互不相欠。现在你踩烂了我的番茄，就得赔。赔就赔，没看过像你这么爱钱的女人。那这里1块钱了，不用找了。是你自己说不用找的，不要说我占你的便宜啊！我们互不相欠啊！林怡，小杨，哇，你今天很女人嘞！不好看啊？好看，女孩子本来就应该这么穿的，漂漂亮亮的。哇，美耶！美，是这样的，我爸没空，所以由我来跟营业部的人谈新合约。他们都领带套装的，我总不好意思穿得随随便便啊。是哦，要是他们不跟你签约，那就惨了。你真的很有本事嘞，又要谈合约，又要带工人的搭架烧焊。哎呀，现在的女孩子个个都像珍珠宝贝，叫他们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啊，就叫苦连天了。如果个个都像你啊，他们一定哭死的。真雅也很有本事啊。我都不知道他能够挨多久。啊，我2个孩子都是气死人的啦。一个呢就跑去航海，读那么多书，就是为了要当船长。你知道的，航海一去几个月就不见人影。另外一个呢，好不容易大学毕业，却跑到地盘去当苦力。林怡，你这样想就落伍啦。其实现在岸外渔海事业前景一片大好，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想加入这行。真要比人早一步，先吃一点苦，将来一定会有大好前途。照我看，不出1年，真雅一定能当上工程总监，再一路升上去，不到30岁，一定能够当上高级管理人员，到时就平步青云了。哇，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好喽。哎，我请你喝咖啡。走。哎呀，林怡啊，我不喝了，我差不多得上去了。这是志航的，你帮他存起来。哇！你给他那么多钱啊？他常常来帮忙，工钱要照算啊。可是每次给他钱的时候，他就推3推4，麻烦的要命。反正你现在帮他管账，交给你也一样。哎，好啊，那以后如果你要给他的钱，就交给我好了。要不然啊，他那没用的老爸一来扮可怜啊，他就倾家荡产啊，把全部的钱都交给他了。我也这么想，志航就是这样，只为别人想，不为自己想。还好有林怡看着他，我要是不看着他，他连老婆本都没了。有你看着，他就不怕没有老婆娶啦。哎，林怡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啊，那待会谈完了合约再来喝咖啡。好啊。这么好的女孩子，志航能够娶到她，那就好了。在做什么？哎呀，读什么书？现在马上来我这里。不要问那么多，来了再说，就这样啦。Come in, please. 别抬头，猜猜我是谁？你是全世界最暴力的女人，钟小阳。你偷看！哎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认错人了。你不是钟小阳，请问你是谁呀？怎样，吓了你一跳吧？儿子吓我一跳。哇，今天穿那么性感，又露肩膀，哇，口水又流出来了。不要玩了。太阳从西边出来啊，
不做小笨猪，改做大淑女。淑女的头啊！我是带我爸见高层谈合约拿生意的，当然要打扮一下啦。那谈完没有？还有些细节，可是应该很快就谈完了。喂，下午有没有空？干嘛？今天穿那么漂亮，约我？是啊，有没有兴趣看画展？那么有文化。不过我下午要帮我爸处理一些事情。哦，那就算啦。不过不要紧的，我晚上帮他处理也可以。我现在要去开会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等一下约你吃饭。好啊。彦俊，你可以去开会了。哎，Peter，我跟你介绍我女朋友，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小杨，原来是你呀！连我都不认识，欠打。喂，我在营业部，开完会打电话给我啊。OK。喂，她真的是你女朋友啊？当然是真的，骗你干嘛？妈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来，你今天不用上课哈？为什么不要约小杨出去？他个人事忙，哪有空啊？你都没约他，怎么知道他没空啊？你已经几岁了？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等你娶个老婆回来啊？哎，妈，你叫我来就跟我说这些啊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整天躲在家里干什么？小杨呢，现在就在这里帮他父亲谈合约。哇，他今天呢穿的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我差一点都认不出是他了。我叫他呢谈完了生意就来这里，待会儿呢你就约他去吃饭看电影。哎，这些钱呢你就拿去。不用了，我有。你有没？你够没？不要带人家去小贩中心啦，带他去吃牛扒也好，吃海鲜也行。还有吃鲍鱼。鲍鱼就鲍鱼喽，哎，不过可不能够白吃的。如果吃鲍鱼呢能够娶到一个老婆，那也不错哈。哎，那200块够不够？妈，真的不用啦。我又不是七老八十，你整天跟我谈娶老婆的事。好心你积极一点啊！我是怕你呀错过像小杨这么好的女孩子啊！你不要看小杨，她好像男孩子哦，她打扮起来真的是很漂亮的。你再迟一步，给人家抢去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好了，妈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是为你好啊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哼！帅哥，6杯咖啡。哇，偷懒啊！上班时间跑来喝咖啡，偷懒？我买咖啡请工人喝。工程总监还贿赂工人的？我那些工人参加了 WDA 举行的海事工作技能重新就业计划，虽然他们都是新人，不过工作起来特别起劲。那我就买杯咖啡鼓励一下他们，请他们喝。哎，你呢？你今天不用考试啊？放假。嘿，小杨也在，等一下一起吃饭。他有空啊？他说他今天放假。哦，6杯咖啡啊？哎，看来我的行动成功了。什么行动啊？逼他穿裙子啊！等一下你见到他你就知道了。他今天穿得像公主一样。是吗？哎，等一下我跟他去吃饭的时候过来叫你。来，点咖啡。啊，3块。就这么说定了。等一下见。哎，天俊啊，我等一下还要回学校，我不去了。你别那么扫兴好不好？你别后悔啊！这是你只要看的画展，明天我有空，一起去吧。不行啊，我走不开啊。明天不是你的休假日吗？没得休息啦，明天早上要到船厂谈合约，然后下午我有其他东西要做。难过像打翻的茶，晕开一整片对你的牵挂。这场爱不会开花，我情书却割舍不下。明知你爱的是他，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。想听的话你说给了他，我的快乐从此蒸发。如果痛是爱的代价，那伤心想傻该怎么还？想听的话得不到
回答，我却还在独自装傻。雨打湿我的脸颊，好让你看不见我眼角的变化。这场爱不会开花，我情书却割舍不下。明知你爱的是他，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。